你知道他们怎么杀人的吗？他们是把你用一个黑布套住头，然后把你掐死。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学长就说子弹很贵呢。香烟沉沉映乾坤，点起清香透天门。金鸟奔走云见，玉兔光辉四周。鬼影追，大便一大堆。今天要介绍一堆很屌的东西，就是马上在这个月底啊，5月底就要推出一部。我觉得这个题材很屌，因为我觉得任何的故事我们当然可以创造，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创意发想在里面。可是我个人认为，台湾在一直的选材里面呢，我们更注重的是商业的表象，我们比较少去从一个已经既有的历史事件、既有的文史事件里面去做一个发想，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现场2位，一个导演，一个我们的这个女主角，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很棒的电影。我们欢迎赖导演，还有我们的女主角，我是赖俊宇，搜查柳公军的导演。我是李雪，我在里面。应该不算是女主角，女主角被杀的人。对，不是，就是我们同样是演员的逻辑，我觉得啦，只要我站在画面里面，我就是主角，对不对？你看导演，我们有时候拍戏的时候，前面大家都很好，看后面那个临时演员在笑。对不对？你就挂了这部戏，那你说它重要吗？很重要，它很重要。你说它不重要吗？我也可以换人啊。所以其实画面里面都是主角。是。那导演一定对这个故事很清楚。搜查刘公俊，我们在演之前，在接这个剧本前，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故事吗？我知道它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改编的一个故事，然后因为我是在里面是饰演就是被分尸的那个女子。哦，你是那个女的哦。对，我就是那个海报里面那个红红一坨的。那你好可怜呢，戏没记上还要跟着跑宣传。也没有，我在里面出现的很多哦。哦，真的啊？可是据我知道这个刘公俊的故事，我们帮这个观众朋友们大概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也是一个大概，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当年很轰动的案子。我是1964年出生的，我印象里面这个事情是在我出生前2年，好像是1961年还是多少年的时候。首先是在接近古亭这个类似这个地方，很久以前都看得到这些郡、这些川都看得到。然后先是在柳公郡里面发现了这个尸体，后来在整个调查的期间，在当时为什么轰动，是因为当年的台湾是治安很好，民风很淳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经历过战乱，就把台湾已经开始治安什么都很好、很稳定了，所以民风很淳朴的情况下发生这个命案，还是分尸案。然后，所以后来呢，这就一直在调查。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事件发生，它是在新生北路下面的那个川，它并不在刘公郡，但是因为刚发生的时候是在刘公郡，所以这个整个案子我们就叫做当时叫做柳公郡分尸命案，对不对？那导演，我相信您的年纪在那个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应该也还小，甚至可能没出生，对吧？对，我还没有出生，其实。那导演怎么会想到一个这么古老的一个台湾的事件呢？因为台湾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重大案件是很值得被翻拍或者是改编这样子，提醒我们的社会去检讨这件事情。对，没错。尤其是在当时算是戒严时期嘛，就像伟明哥刚刚讲，它应该是一个民风很保守、治安很良好，甚至媒体都是往正向的去发展的这样报道的。但那时候最离奇的是，这个案件呢，就是竟然牵扯到一个空军的一个战争英雄。谢谢。哎，文明哥，
我问你一件事情，上次有一次呢，我就打给我的女朋友，我就跟她讲说，最近要吃什么？就一打电话起来之后是一个男生接的，结果我就挂掉，我打过去的时候又是我女朋友，会不会有可能女生的电话号码会重复啊？所以你这次是打算亲自去见他？对，因为我女朋友现在在国外念书，所以是我一定要自己出国去看看，她才可以。等一下，小傻瓜，你没有 Selin 一信，你怎么联络我呢 ？Selin 是一款全新的 eSIM 服务应用程式，在 Selin 一信，你可以从超过190个国家和8个地区中选择多种实惠的 eSIM 方案。有了 Selin 一信，你在需要时将始终保持连接。不管你身在何处 ，Selin 一信将提供稳定的网络连接，还能帮助你节省漫游费用。只需一次下载，没错，使用 Selin 一信只需要安装一次。最重要是还有 VPN 功能，对，你没有听错，就是 VPN。跨区解锁内容外，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网络安全，还可以阻挡恶意广告的威胁。此外 ，Selin 提供全天候 24/7的在线聊天资源服务。出国就选 Selin 一信，让你出国搭飞机再也不用找退卡针，立刻点击连接 selin.com/LYXLH 或使用优惠码 LYXLH 购买 Selin 数据方案，即可享受85折独家优惠。维明哥，我出国一定会记得办 Selin 一信的。出国就要用 Selin 一信，但那时候最离奇的是这个案件呢，就是竟然牵扯到一个空军的一个战争英雄，然后他本来要升上空军总司令，因为这案件呢，他被报纸媒体影射成他是凶手、嫌疑犯之一，所以他因此呢，最后他就辞官，然后去卖兵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议题本身，这个故事它本身的这个元素，我就觉得它非常的矛盾，然后而且它非常的有戏剧性，甚至有人讲说，之所以那时候媒体都写它，是因为蒋介石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然后特别开放让媒体不经审查，然后可以都就是以捕风捉影这样写。然后甚至也有传言说，蒋总统看到这个新闻的话，那个记者就会有奖金可以拿。对，但这是乡野传说啦。但是觉得说，一个很单纯的案件，一个分尸命案，然后也导致变成是台湾的第一起媒体乱象，甚至还牵扯到当时的总统蒋介石，觉得他非常有这个议题在这样子。导演，你研究的很深欸，你不是只是知道这个事件，然后产生兴趣，你研究的很深欸。是，因为我从2016年开始就开始在开发这个故事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电影，叫做搜查刘公俊。当然，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题材有兴趣，想说我要由这个来发想，来做一些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差不多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个最卖座的电影叫做《我的少女时代》。不是啊，人家那个是一个很温馨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就是台湾电影题材都是校园爱情，但我自己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接到很多校园的电影题材的邀约，但是我自己就回想我为什么要当导演说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说一个跟台湾故事有关的，然后甚至是用一个比较类型的题材去说这个故事。然后因为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讲台湾的历史就是落入悲情啊，或者是一些议题比较沉重的包袱，但是搜查刘公俊，我觉得他是可以把它操作成做成是一个像台湾版的福尔摩斯，他去查一些重大案件，然后这案件是台湾社会在进步过程之中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借由现在我们去反思过去，我们会发现说历史其实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然后你从历史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再去重复犯这个过错。我常常在想说，就是在做这个故事的过程之中，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过去，我们才能够放下过去。对，特别是我们华人社会比较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特别是耻辱或者肮脏的部分。对，没错。
对，但是其实这个对社会的迈步是很有注意的。没错，没错，因为你放着伤口，你不去看它，它不会好的，你还是要直视它。对，你就会知道说啊，我们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说，当执政者或当权者他要再重复犯这样的过错的时候，其实人民会知道的。对，所以我觉得是透过一个历史，你去反省这个事情。当然，那我们这部戏还有哪些演员是在这个戏里面？包括有很资深的张氏老师啊，张氏大哥，他在演这部哦，对，他演这个将军的角色，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最近才刚拿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朱柏康哦，对，然后还有新生代的朱宣阳跟吴卓源。导演，像这么年轻的演员，就是我们今天要拍这个故事，甚至不在我们的出生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要在画面上面，我觉得拍古装还容易一点，我们出来衣服一看就是古代，可是我们现在要呈现的画面，它是在首善之都的台北，但是画面我们必须呈现在那个年代的状况。你怎么让这些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这么年轻的演员，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然后适时的表现出那个年代人该有的行为？对，其实因为我做了大概将近从2016年到现在嘛，其实算起来快9年了这样，所以中间做了很大量的田调，甚至我把案发当时案发到破案，总共大概40几天吧，1个多月的报纸我都收集起来，然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当时的报纸媒体在下标不亚于现在，就是他甚至他写说美艳少妇遭到分尸，这种标题都是非常耸动的这样。那甚至我在里面也找到各行各业就是当时的生活百态，因为其实那时候等于是国民党带100多万人来到台湾，然后有些里面是有军人，然后也有老师，有各个阶级的。其实那时候的台湾社会是很多元的，每个阶级是非常明显的，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做大量的田野调查。那我们的团队伙伴包括服装造型设计的姚君杰，他也是最擅长做的是时代剧，就是包括茶金啊，然后很多台湾前阵子很有名的一些时代剧都出自他手这样子。那我觉得造型上面我们都很考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每个细节上面我们都还蛮要求的这样子。所以当他们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穿上那个衣服，在那个环境上面的时候，我觉得自然而然也就可以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氛围。特别也在语言上面，我觉得也请了一个语言老师。因为那时候年代就是说有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方言嘛，所以每个人讲的方言都不同，所以我们又找了一些浙江语言的老师啊，然后包括湖南、山东这样各地语言老师来教这些演员他们的每个人的讲话的方式，这样。哦，你已经细腻到这个程度，那这个对表演者就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有现场有很多的辅助给我们。可是我们就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一个案件。其实这个女主角我们一知道这个事情，她就已经死了。对，那请问一下，你怎么切入这个角色去饰演这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人？因为我们发现她就已经死了嘛。你怎么去演这个？怎么进入这个角色？你做了哪些事情吗？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也有是看那个报道。你也是接触这个戏，然后导演提供资料给你看嘛，对吧？然后那时候导演跟我说，你要就是可能要请演阿美这个角色，然后我就是知道了，是要演一个被分尸的一个女子。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你要演一个那个死掉的女生，其实是有点晦气的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听起来，其实我还蛮兴奋的，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那我会觉得我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死者有一个连结在，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就是过了60几年，然后我可以把他这个角色演出来。我甚至还想说，他会不会托梦给我？因为我在里面其实是讲比较像是台湾国语，因为我是演这个比较 local 的人，对，然后嫁给了一个那个就是有点像老外的。基本上我的语言方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的打斗部分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练习怎么去打斗的
的地方。对，那我们知道演恐怖片其实气氛的那个 hold 住、在掌握其实是很重要，所以就我们看喜剧片，你看前面几个字出来就知道它是喜剧片。那你这次跟导演合作演这个恐怖片，你中间有碰到任何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在这部片算是还蛮平安的啦，因为你是最平安的。我觉得我是平安，但是因为我身上就是因为我在演这个死者的时候，就是我在里面是叫阿美，但我身上他们都会准备红包给我，但是我其实我是没有被吓到，但是我有吓到别人。你吓到别人？对，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是拍完了，然后那天很晚，然后我的头上面都是血。就是因为都是血浆，戏里面造型对，但是因为那很难清，所以比较就是回家洗澡，然后那时候我的头上面都是血，但是我的那个红包还在身上，他们就说，你回家要记得把那个钱花掉，不要带回家，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在一个 7，就是把它拿去捐掉，随便买一个什么，对，然后我就这样下车，然后我就开那个进去 7，然后投那个零钱或者100块进去，然后我刚好转头看到那个店员，然后店员在放那个饮料，然后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刚好头上又有血，然后那天很累，所以脸色有点苍白，然后我就对着他这样点一下头，我靠，然后我就默默的又出去，然后好恶，然后就上了一台箱型车，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就看到从那个窗户，我就看到那个店员一直这样子盯着我，然后这样子看，而且就是我觉得最可怕是因为我头上还有血，所以我觉得我是有吓到别人，我是没有被吓到啦，希望他不要做噩梦。但其实你在拍那些动作戏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李雪昨天被打完之后，今天脑震荡，然后对，所以我其实蛮害怕你是会不会出什么事没办法来演的？对啊，我都已经拍了，你要我换人吗？对，因为那一天就是可能撞的有点多下啦，对，所以就是后来回去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头有点晕，然后头有点痛，是因为撞击的关系。对，然后但是后面就很平安啦，就是后来就是没有什么大碍，就是吃药这样，酒量变比较差而已，唯一一个的就是这样子。那你们整个拍片的过程，你有碰过什么诡异的事情吗？这一支没有，但导演有。我是后来发现，导演有一个个性很贱，就拍鬼片的导演，他在现场碰到再多的鬼，他都不会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演员，我真的碰过我节目来过廖世豪导演，廖世豪，那我拍过他的鬼片，他就开始，我就问他，导演我们拍的时候有吗？他说有，干你怎么都不讲？然后他就开始讲的，干还有一次是他说有一个鬼站在我后面，哇，然后因为我在那边，我都习惯让别人打灯，我不习惯登替，我就从头到尾跪在那边给他们打灯嘛。然后后来导演就讲的故事过程中间说那个鬼在我后面怎样，我听导演讲我说干你啊，我一个人坐在这边怎么不叫我？我不知道，我现场你有碰到吗？我现场是没有碰到，但是我是在筹备的时候有碰到，因为我们去看景啊，然后就有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开始前期我们因为导演恐怖片的看景，你们会是晚上去还是白天去？其实是看剧本上面的时间，看他的需要。对哦，剧本是晚上，所以我们要夜戏的景，你就晚上去看了。对。那像我们当时，我记得我跟摄影师，我们为了要去捕捉那种像是因为里面有讲到警种嘛，警种有一些刑求的事情，其实我就跟摄影师2个人他就带着数位相机，然后我们就到景美人权园区去拍。其实我之前去了很多次，其实我没有感觉怎么样。然后我后来跟他去的时候，我们就走到那个长廊的最底部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很凉，就是感觉很凉这样子。然后摄影师就突然间，他本来拍，他就告诉我说：“导演。”我说怎么了？他就很小声的跟我说：“我的快门按不下去。”他本来很轻松的在拍一些构图，在找镜位，然后他突然跟我讲说：“我快门按不下去了。”然后我说：“啊，真的吗？”然后说他就拿给我看，然后我就不信邪，我就拿起来。确实按不下去，就到你手上你也按不下去，我也按不下去。然后我就对着空气讲说：“各位前辈，对不起打扰了，我们是来工作看景的。那如果有打扰大家的地方，就请原谅，多包涵。然后我们现在就离开这样。”
然后我就跟着摄影师就走出去那个走廊外，这样走出去之后，我就说：“你再按按看，就好了，就好了，就很奇妙，我就觉得超毛，对，真的，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导演，我们开镜、开工都会拜拜，会，你们看景会不会拜？看景基本上不太拜，不是？那我们到现场，你叫我们拜什么意思？除非是因为我们不会打扰太久，看景就是很快速的，我跟主创看一下，然后觉得是不是我就走了。但是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因为会一整天嘛，对啊，所以就还是制片组他们还是会准备一些三生树果啊，就是让当地的地基组或好兄弟，就是跟他们说个抱歉这样子。就是事后补救一下这样。对。但导演，你刚刚讲的是在这个拍戏前期，其实您刚在这个描述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认知到的这个剧组有灵异的经验，就是拍的过程好像不太会有，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拜拜或干嘛，通常都是前期，对，还有后制，对。我操！我听过太多剪接师跟那个录音师跟我讲他们在剪辑室里面发生的事情。哇，是，就我们拍都没事嘛。对。那人家是开始一剪几个月没日没夜在那边弄。我听过很多。那导演，你们这部这个搜查刘公俊后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后期比较没有其实最后剪接是比较。就是我们其实素材拍的蛮多的，当然，对，然后最后剪出来，其实片长还蛮长，4个小时，但要把它缩到剩大概1个多小时，1个小时多。对，我知道所以导演永远在有一天有能力的时候，我来一个导演版，最完整，我最想表达的。对，那中间什么投资人啊、片商啊都会，他会给意见嘛，会给一些想，因为希望在戏院里面还是呈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片场。可是导演，我知道很多演艺圈的人其实蛮迷信的，特别是有些人在拍鬼片的时候，他会希望说，我在这个拍片过程顺利当然是要顺利，平安当然是一定要平安。对。可是如果能碰到一些鬼怪的事情的话，其实碰到人都觉得，干我这一部一定中，各种奇怪的迷信嘛。我还拍过一个鬼片，就是首映的时候，他们请了一堆神明坐第一排，哇，我们是坐2排以后，前面第一排全部是神明对，空的。对，所以各个想法都有，我也拍过那种鬼片，对，就到现场后，永远有一个没事干的人，对，但他到现场不管穿什么衣服，他就像演员一样，他到现场就把他的道服穿起来。负责处理事情。对，顾问，我见过这种，所以各种要求都有。那导演，您是不相信这些东西吗？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心怀正念，对啊，因为也没有我们拍戏，其实也没有要害人啊，只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也是一个好事。就像刚刚李雪说的，就是说让这个透过电影的传达方式，让这个受害人或当时这个事件再重新在世人面前重现。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这样。其实导演因为这个戏还没上但是我很好奇一些内容的部分。讲起来其实它就是一个刑事案件，对吧？可是我们这次的作品，我们想表现的是用恐怖的形式，让大家去对这件事情有所记忆、有所回想。那你怎么把一个我都已经破案了一个刑事案件，不管他当年他有多诡异，我已经破案了。你怎么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件，然后把它的表现模式跟手法是锁在恐怖这一块？因为我们如果要拿一个不恐怖的题材，硬把它堆成恐怖，我们就要很多的画面、方法或者声音嘛。对。那导演你怎么把它变成恐怖片？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片子不全然这么恐怖，我不会去定义它恐怖啊。真的啊？对，我觉得它比较偏向悬疑惊悚。所以你不会，导演你不会介绍说我们要上映的是一部鬼片，不会，悬疑惊悚的，对，这个它其实恐怖是因为我，对，是因为你长得不恐怖啊，我在里面很恐怖，对，没有，我相信你的演技会让你呈现不一样，尤其在导演的这个指挥下，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人比鬼还恐怖，人性比鬼恐怖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下，就是说你可能说错话，你就会被带走，或者是所有没有什么原因就会把你带走。你就会被警种消失。我甚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说，现在那个狮子林，它西门町的狮子林，对，西门町的狮子林，它以前是一个东本院士，
然后东本院是它以前就是警总在刑求228白色恐怖人的地方。对啊，然后伪装成好像黑社会的堂口那种感觉。对，你知道他们怎么杀人的吗？他们是把你用一个黑布套住头，然后把你掐死。但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就有个学弟问那个学长，那学长就说：“子弹很贵呢，我掐死他，为什么要把他套住呢？”他说：“套住他才不会看到我以后变成鬼来找我啊。”然后，而且为什么那时候有这么多冤案？因为他们只要破案的话，他可以拿到这个死者他们家里的财产的可能30%，然后70%是给了国家。对，所以那时候变成很多冤案，很多这样的很无端就被杀害掉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听那个前辈讲说，他掐死一个人，他有5毛钱可以拿。所以那时候才有这么多的冤案产生，这样，所以这听起来就比鬼故事还恐怖，真的无法相信说人性可以这么邪恶这样子。真的，你刚刚描述那些，我相信是在导演脑海里面很启发你很深刻的一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这真的就恐惧，对，这个我们听到会觉得恐惧，对，而不是鬼故事那种害怕而已。对，所以在那个时代下，除了这个案件以外，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下的一些体制的状态，就是甚至连这个一个即将升任空军总司令这样的一个高层，他都有可能被冤枉成一个嫌疑犯，所以你就觉得太不可思议。我们以前常常讲到历史过去这些案件的时候，或者是228，或者是戒严时期，常会被操作成是外省人去迫害本省人。其实外省人在这个事件里面，他们死掉的人也很多，甚至无端被冤枉的，包括像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就会查到很多，比如说当时的孙立人将军、吴国桢。这些人，他们其实当时也都是高级的外省人，所谓的高级的权力都是很高级的，但是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立场、权力的矛盾，所以他们可能就因此被陷害这样子。所以导演这个搜查刘公俊这个构想，会不会是导演你想要用你自己的角度去挖掘你对那个年代的一些看法，对吗？是啊，对，因为其实你看似是一个命案，其实它牵扯的更多的是这个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导致就是说为什么凶手他要犯案的动机，其实都是有原因的。透过这个一样是一个将军跟这个凶手，他们都是从49年跟着政府来到台湾，他们都想要有个家，有想要回家。将军想要回家，然后这个凶手其实想要在台湾成家，但是最后他这个成家的愿望破灭了，愤而就是动了杀机这样子。导演，那你在田调的时候，就是先期准备，就面临这么多当年氛围的这个状况的这些事情，对，你会有情绪吗？情绪当然会有，但那个情绪比较是恐惧，就是说你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所以您的情绪并不是说对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种做法什么的感到愤怒或是怎么样，而是你对那个时代下所呈现的一些行为模式，你这些东西让你觉得很恐惧，对不对？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不是组织或政党这件事情，而是人的立场，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或者是哪一个组织，我觉得最后面都是这个人的立场的对立。对啊，就是不要我觉得也是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被操作，这样，不要那么简单的把人分成2种人。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人性是很复杂，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很自由的时代，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可以这样录 podcast。但是其实以前你要录广播，你是要牌照的，你是要广播的牌照。而且以前的广播电台门口是有站宪兵的，对，是要武装宪兵，对，武装宪兵，对。就是导演讲到那个年代，就我们都已经更后面那个年代。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录的带状节目，就当时王伟忠很喜欢做政治时事讽刺。我们6点半要播出，我们常常一整天录影录完，录到5点半6点结束了，把袋子送上去，我们都已经离开了，被打电话回来说那个不能播，
你们现在赶快回来，赶快临时再弄一个什么东西。对，那我们女主角，你又是演一个被杀死的人，然后又演一个，我们跟导演这样聊，我们才发现他不是想要传达让你觉得多害怕，而是想要有一点反思，跟让你有一点看完以后你会得到一点东西。可是我们讲回来，对年轻人来说，哇塞，多久以前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政治环境跟体制，它会不会影响你这个戏的表现跟投入的时候的心情？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还好，因为我这个角色就是被杀了，然后就消失了。我觉得你觉得你的线路比较单纯？对，我的线路就是含冤，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就真的就是一开始让大家来调查我，所以应该是其他角色、其他演员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们是要来调查我。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这个女子因为被家暴的事情，然后被分尸，我其实是蛮愤怒的，会觉得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这样死了？因为如果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对，就不会有这么多后面了。对，以前的女权也比较低落。对，我反而是对这个方面的部分会比较感到愤怒。对，不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反而是很愤怒这件事情的。对。对啊，因为当时也在调查过程之中，也发现说，当时的女权其实没有那么的受到尊重。很多女人嫁了夫家之后，就是好像是丈夫的附属品。所以那时候很多警告讨妻在报纸上会看这个警告讨妻的人，就她受不了家庭环境，就是受不了丈夫。没有警告逃夫的，对，都是警告讨妻，就是丈夫就是写说你再不回来，我就怎么样。对。所以这个就是李雪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象征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缩影，然后从她的这个被害的角度去摊开整个时代的篇幅，这样。您刚刚讲到我们这个搜查刘公俊，他其实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可是有时代背景的东西，在今天的台湾社会，你难免不会被人家往颜色去区分。你难道不会担心说啊，我今天我其实只是想要表达一个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想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可是毕竟题材在那里，对，时代在那里，对，你会不会想过说，万一我出来被政治他自己去谋分或者是怎么样？你有想过这样的可能吗？有想过，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要去做嘛，因为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就现在已经被操作成二分法，然后我们就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说，他们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因为我还是想要提醒大家说，我们有现在的社会生活环境是不容易，我们经历了很多社会的阵痛跟融合。对，就是突然间有100多万的人。不是在原本这个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他的文化生活方式跟你完全不同，然后他进来了你的生活环境，然后你怎么样去跟他融合在一起，这会经过很大的一个阵痛的，因为每个人的教育水平都不一样，生活环境也不一样，看待这片土地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对啊，我觉得这就是让现在观众他看完之后他去反思，而不是被既有现在我们就是被政治意识给操作，就是就你不是蓝就是绿。对，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更多的有这种自我思考的这个媒体识读的能力。那导演你是好有想法，导演你过去还拍过什么作品你印象深刻的？我其实刚结束一个影集叫《机身》。对，那这《机身》它其实也是台湾的一个奇幻小说改编，然后 Netflix 投资的一个影集，那就还没上对不对？还没上，还在做后制中这样子。然后它也是一个跟台湾的民俗信仰有关，但是它结合了，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比较西方的，有点像驱魔神探康斯坦丁这样子，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侦探角色吧，然后他去查一些可能一些鬼怪的事情这样子。两位相信鬼吗？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是
我曾经我说一个故事好了，以前就拍，就像伟明哥讲的，就拍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鬼故事，对，然后就我以前有认识一个副导演，香港副导演，他好爱在我旁边说鬼故事，他说导演，我每天晚上我要听鬼故事我才睡得着，我告诉你我昨天听了什么，我就觉得好烦，我说心里就想说闷，我就想说靠，如果有2个人同时看到一个鬼这个事情我就相信。因为都是一个人看到一个，你都说的是你的主观，你昨天遇到什么，但你没有说出来，我没有说出来，我在发现，我就想，靠，这个事情，你同时让我知道有2个人，我跟你一起同时看到一个鬼，我就相信这个事情的存在，就不要想没事，一想出事了。过了几年之后，我跟我朋友去旅行，你知道吗？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们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郊区，我们住了一个民宿，外面是没有人的。是黑的，靠海，漆黑一片，下面断崖就是海，然后房子在这个断崖上面，这样，那 view 应该很棒，很棒，白天很棒。但我们很晚到，不晓得旁边一片漆黑，没有灯，也没有道路什么。然后晚上我们就在收衣服这样，然后它有一个落地窗，就对着外面是黑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白天应该是就是给你看 view 啊。然后我们就在收东西，我突然感觉到那个落地窗有一个光晕，但是这光晕呢，很像是一个人的形状。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不存在我们的倒影，因为它的存在太奇异了。因为外面就是一片黑，但是它就是一个光晕，就是一个你很难讲、很难形容。它可能有点像是我说它很像我们现场打灯的那种，像一个滤镜的一个光晕，然后光晕是一个人形。他就从左到右这样走过去，飘过去的。然后我就不敢说，因为我怕我朋友，我说了他会害怕。所以你看到他没看到？对。然后我就假装镇定就收，但是我心里很不安这样。然后没多久，我朋友他就突然间发了一个脾气，对，他就莫名其妙对我发一个脾气。然后我也就觉得他很奇怪，但我们那一天就草的赶快把东西收一收，然后我就睡了这样。隔天我们就住1天而已嘛，就打包赶快就走了。这样走了，我开车在路上，我就说，我告诉你个事情，昨天其实我看到那个窗户啊，有一个光晕的人影飘过去，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转头看着我说，我有看到。我靠！就2个人当时都选择不讲而已。对，因为他也怕说他说了会吓到我。我怕我会吓到他，所以其实我们2个都有看到。然后，但是你虽然没有讲，但心里很不安嘛，所以他对我就是的反应就有点奇妙，我对他反应也有点奇妙，所以我们就吵了一架这样子。对，而且更妙的是，那个我们是晚上 check in， 然后白天要走的时候，那个民宿是一对老夫妻，他人很好这样。然后我们走出去那个民宿外面的时候，发现那个民宿外面旁边有2个坟。靠腰嘞，这哪里呀？超恐怖。然后那个老先生就还跟我说：“哎，那这是我们的老家，那些都是我们的祖先这样。”所以我后来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就发现这世界上有一些你说不准的事情，不是说1个人看到就没事，我们是2个人同时看到，而且2个人选择都不讲。对，我操，这好恶啊！对啊，就觉得害人之心不可有。不是，你怎么联想到这里来？就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你没有办法预知的东西，太多事情你不晓得啊。对啊，我们还是得要保持一个正念。那我们说她柳公俊的女主角，你相信鬼吗？你碰过吗？我相信，因为我的体质比较偏敏感一点点，然后比较多是你说关于灵异这方面？对，就是我是自己亲身，就是你是自己亲身，你应该是你妈亲身的，不是吗？我体验过。哦，你亲自体验过？对对对。体验过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次就是在鬼门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刚好是在北投那附近，他就想说，哦，今天天气蛮好的，那我们就骑摩托车去逛逛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其实就我是基督徒，其实但是就爱去不去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呢，就想他就说，那个桂子坑那边很漂亮，那我们去山上那边晃晃，稍微就绕了一圈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想去买个止痛药吃，但是因为我下午刚好有一堂课我要教课，然后我就请他载我去，因为我真的身体太不舒服了。然后那时候我在机车后面的时候，我有种快要就是有种要贫血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一直跟我朋友讲说，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我真的很不舒服，我觉得那个止痛药根本没有用。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那个痛也不是说那种肌肉酸痛还是头痛的那一种，就是你说不出来，就是你整个身体就是在很胀痛的那种全身，然后我的肚子也很痛，就是头也很痛，就所有的就尤其是肚子跟头是最痛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一到了就是我的教室附近，然后他就说好了到了，他就是也没有很在意，我就一下车，然后我就倒在地板上，就是我就没有意识了，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然后就昏倒了。我有把我就是跨出来，就是我把我的脚跨下来，然后就没意识，然后我就没意识了。然后我朋友说还好我是倒在一个草丛里面哦，才能受伤。对，但是我朋友说我的眼睛是睁开的，看着天空这样子。然后我朋友被吓坏了，他还说：“你不要闹啦，然后我是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然后但是我没有意识，但是我印象中我就是看着天空，然后我没办法想任何东西，就是你控制不了自己。对，就是有一种空窗的概念，但你还有一点小小的视觉可以看到天空。对，我的视觉是我看着天空就这样，但是我听不到任何声音，然后我没有任何感觉。然后后来是我还有其他教室的老师们，就是把我扛着下去，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不舒服，我就待在就是厕所里面。然后我们教室刚好有一个妈妈是比较偏灵性派的一点，然后她一走下来就说：“怎么了吗？”然后我们老板就说：“哦，那个李雪她好像不太舒服。”然后他就说：“好。”他就拿那个。他从车上拿了一些艾草粉，然后敷在卫生纸上面，然后沾湿。他就从那个下面递给我说：“你敷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我就说好，那我就一个敷在额头，一个敷在肚子，大概5分钟，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那个醒来的感觉。而且比如说我4点半要教课，然后我4点的时候进去到教室，然后我4点15分的时候从厕所里面出来。然后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就说，我进去跟出来的长相完全不一样。长相，可是他们就是我还是我，但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神是完全长得不一样的。就问我说：“你刚刚有去哪里吗？”我说：“哦，我刚刚就是我们刚刚去山上绕了一下。”他说：“你去哪个山上？”他说：“我就问说，我们刚刚是去哪里？”他说：“桂子坑。”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敢去那边？”因为他们说以前桂子坑是叫鬼子坑，很多都在那边。对，就是那边其实蛮阴的。对，然后我们是第一天就是开门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那个地方。但你当时不知道，对不对？我完全不知道，我还讲哇好漂亮，有蝴蝶这样子。对，然后就一回去就被耍掉。对，我其实蛮容易被吓到的，我只要太晚回家。我就很容易。真的吗？我今年年初大年初4就真的出事。对，怎么了？就是我年初的时候有拍一个开心的鬼片，对，然后不是我们这个搜查刘光俊吗？不是是开心的另外一个。然后我也是半夜很晚回家，我们跟朋友去打牌，结果我隔天我就一直吐。然后一直吐，我想说他该不会是诺罗病毒什么之类，可是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直吐，一直狂吐。然后我隔天我还是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感觉跟我之前的感觉有点像，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们家还好吗？”你反而问人家？对，我就问说：“你们家还好吗？”他就说：“你怎么了吗？”我就说：“我今天一直很不舒服，我有一种无神感。”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们这边小朋友比较多。”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家的对面是一个公园，
然后他就说我们家的那边之前也有人遇过，就是不是小朋友多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来玩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要下去楼下，然后可能是太晚回家的路上，然后经过那个公园，然后因为我的体质本来就是比较偏敏感一点点，小朋友跟着你，对，就是想要来玩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没有到很不舒服，但是我就是觉得无神感，然后就是就说那你去，就是可能去找一下虎爷，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土地公庙跟虎爷玩。我妈说我小时候会跟虎爷玩，因为虎爷会跟小朋友玩，她就说你去找一下虎爷。对，然后就隔天的早上，我就回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的土地公庙去走一圈，然后回家，没事了。对，就是大部分基本上我都是很容易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我就不太敢很晚回家。如果我知道我那天很晚回家，我身上就会带个我带一只小虎爷，或是带一个十字架，都一起这样子。那你拍这个电影都没有？有，我就是身上都会带，就是该带的还是会带。对，而且因为我今年犯太岁，然后我又刚好逢9，所以就是比较敏感一点啦。一直在说自己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然后一直在讲一些我们民俗的东西。我苏格嘛，你知道吗？没有，这个心情是很容易理解嘛。就像我们说那快要淹死人，你丢根稻草给他也死抓着不放。对，真的。我就碰到事情，而且老外电影也演过啊，不是有一个妈咪，她不是演一个盗墓的一个小偷，他碰到事情在那边，观世音菩萨救我，什么都好，就是我现在只想让我自己的身体舒服一点。所以其实你还好啊，你甚至没有碰过像导演这种，他甚至看到一个什么。对，我反而没有，但是我是直接就是比较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看的话我就没有，但是我很容易做噩梦而已，就这样子，就偶尔会在我的梦里面出现一些可怕的一些画面，就这样子。可是人家说梦都是它是有意义的。你梦过最恐怖最多的是什么？这个梦会一直其实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在梦这个梦，梦到我持续长大。就是梦一直以来同样的梦当连续剧一直做，对不对？然后一样的，然后甚至里面的人是我不认识的，他也会跟我说：“好久不见。”对，是真的，我真的是真的。然后是有个像是一个山洞里面一个土窑的一个地方，然后里面关了很多个人，然后我只看得到他们的脚，然后他们脚会一直这样子踏，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地狱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从国小就在讲这个故事给朋友听，然后到现在其实偶尔就是比如说半年啊或者1年会梦到一样的梦一次，然后里面的看门的人会跟我说：“好久不见，这样子你好久没来了哦。”然后我都会很平静的说：“对啊，过来看看。”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讲出这些话，对，只是很自然就出来，就是很自然的。但是起床了以后就会觉得天啊，我怎么又梦了一模一样的梦？而且我对于梦我都会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经历我也是这样，但我有听过少数人这样，怎么样呢？就是一个梦，你可能分10几20年把它梦完。然后这是你很篇章，对，这是很难跟人家描述的东西。然后老实说，我们做这种梦的人，我们的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而且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今天就是每次都会长得不一样，就是人差不多一样，但是剧情会不一样。对，反正总有一些关联。而且导演你知道吗？就是很好玩，就是因为我写鬼故事嘛，我其实这一辈子我碰过太多人来跟我聊天，然后可能他要拍电影或者要干嘛，希望从我的经验里面给他提供一些什么。导演你知道吗？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有办法提供，而且我连讲都讲不清楚，就是我试着跟一些电影人去解释说，我看到的地狱这个城市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光线应该怎么样。然后有太多人跟我说没事，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厉害，电脑怎么样，但导演没有人能做得出来我看到的东西。我看到的城市景象大概有2种，一种是我相信它是他办公的地方，可能是阎王殿或者干嘛，它是非常非常中式的建筑，但是你看不到任何颜色。就中式建筑都有雕梁画栋、琉璃瓦片、回廊什么乱七八糟，所有东西都有，但只有一个颜色，而且呈现出来的感觉就像是单独水泥这个材料灰的去做出来的。对，这是地狱的景象。然后最屌的就是导演有光，
有影，但那光我们见都没见过，连形容都形容不出来。它甚至不像是我们有的时候夜戏日拍，夜戏日拍会偏蓝，对对对，它都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有点接近了。就是夜戏日拍的时候，我们看到清楚的影子、立体感、什么景深什么，已经很接近了，但是色调是一个，色调是一个色调。然后一般鬼住的社区住宅，它的色调会再暗一点，可是一样你会感觉到有光，然后有灯影，对，有车灯，你都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可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我回到阳间以后，我能不能用人类的光去打出来？我连形容都形容不出来。然后你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你感觉不到任何温度。比如说我们坐在这边，我也感受不到导演温度，我也感受不到2位幕后的温度。可是我们在那边坐久，我们会觉得这个房间温度变高了，对吧？可是，在那样的地方，就你在当下，尤其是那个阎罗殿，我印象最深，因为我每一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我就觉得，他们是让我参观，但是让我在不同有一个时空里面，那个叫什么，在一个不同的时空里面去参观，就好是说，我现在竟然参观你们在工作，但你们都不在现场，整个都是很抽象对，很难画出来，就是在探讨，尤其我们做这个行业的，像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就碰到过很多很诡异的事情，比如说。以前那个 Beta Can 的时候，因为机器要跑嘛，对，所以它有一个很高的高频，对，说真的，就是摄影助理都贴在那边都不见得听得到，但是我们知道它因为高速运转，它有一个高频。我以前真的见过导演，就是我刚入行那个年代，只有3台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戏剧是偏向古装或者时代剧，那个年代没有那么现代。我有一次拍一个什么东西，我忘了。在中制场拍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中间有一场戏呢，其实当时才下午4点多，你知道吗？当时才4点多，我们要的是日期，4点多就有个镜头啊，那个画面里面就有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是天然，当地就有，然后反正那个有一个镜头，要是一个女主角从那个树上比一个姿势，嘿，然后她就拉威亚嘛，拉那个钢丝嘛，然后跳到那个石头上面，然后再借那个石头弹起来，实力再往前飞，就这样一个镜头。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过了以后，就变成我要从旁边接，小姐等等我，我没有武功嘛，小姐等等我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在旁边等，看他们拍那个镜头。前面都要先试嘛，对，导演体重怎么样，几个人拉啊？我跟你讲到这里哦，你就稍微松一点，什么都试好了，都试好，来我们试一遍，2遍 ，OK， 导演可以了，来拍，女主角站在树上面，嘿，银贼别跑。他就飞下来就一到那个石头上面，他一到石头上面，第一个镜头最妙，他一到石头上面，我是亲眼看到他一点到石头，单脚一点到石头，那个脚的小腿就好像被人家往前踢了这样，所以画面上你要落脚这个脚站不到，你另外那个脚落下也不漂亮，就卡了好几次哦，你在旁边看你就会觉得。妈的，拉钢丝那定点什么锚点都已经弄好了，这女主角太笨了吧？我们前面试过那么多次，你连那个点都踩不到，又没有叫你真的踩，点一下就飞了嘛，而且都是他，那么踩不到呢？后来是拍，我在摄影师的后面，前面剧组这样拍，我突然看到那个摄影师这样，导演你在看一下，然后导演就那个放一打看哦，在放一打看石头上面有半个男人。哇！就好比说这石头对不对？它是半个身体在外面，所以它就是卡在那里啊。那个女的过来，就是听摄影师讲说，那个女的一过来，她就手这样拍一下，那你过来手就拍一下，所以她从头到尾就没有站稳。然后导演就一过来看啊，收工。然后我是在这个时候，因为看到我当时只觉得女主角很笨，然后导演一喊收工的时候，我看4点多还有光啊，导演，我们在拍啊，我才问我说，怎么就不拍了？那时候又很年轻，又不太敢直接跟导演讲话。我说怎么就不拍了？摄影师说干你，他上面有一个他妈灰衣服的人。我说我可以看吗？你自己看啊。我说我一看真没有，你知道吗？我说没有啊。我在说没有啊。我这样看一下，没有啊。我的头一抬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半个人啪下去了，就往下沉了。哇！赶快他妈衣服一丢给服装，赶快上车闪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好恐怖哦！一次。那其他的就是
没有看到画面就更多了。我很久以前上一个外景节目是讲鬼故事，很多人在讲的我们鬼故事比较多，就是抓到麦克风就不放，就一直讲这样。我讲一讲，突然喊卡。突然他就是摄影师在那边瞧机器什么，这很正常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摄影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在那边等一会儿，他们怎么弄都弄不好，怎么弄都弄不好。然后那个制作人就说：“哎，不好意思啊，各位，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他们去外面抽根烟什么弄一下嘛。”然后我就到外面抽烟，我在外面抽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浮至心里，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只是机器的问题，然后我抽完烟了，我就走回来以后，我就把我当时带的佛珠因为通常我们不太敢碰摄影机，我就把我带的佛珠，我就直接挂在那个 Finder 上。我说，我就跟摄影师说，阿元，没影响哦，阿那边啦，我说，一块买，没事了，哇，没事了，就顺利了。就是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看到什么，但片场总会有一些好怪的事情，对吧？好怪的事情，对。然后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们对于一个现象最好奇就是，你们拍恐怖片有没有碰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发生我刚刚跟你讲嘛，我拍恐怖片，现场的跟我讲没事，妈的来上我节目，文哥那天你那场戏你在跟你老婆怎么样的时候，旁边我看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讲。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拍电影很难，所以我从来都很佩服导演的原因就在于说，只有这一个人是控制全部的人，对不对？我们演员我们当然也可以耍一下，导演东西不对，道具不连，我们也可以耍一下，可是我们毕竟只负担一个部分。对不对？其他人不管再重要，我们都只负担一个部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养成就是绝对听导演的嘛，因为他才能够整合出来我们想要表现什么东西给别人。那这个搜查刘公俊导演刚刚前面有跟我们报道是在5月22全台湾都可以看到。哇塞！刚刚还有讲到有这个什么张氏，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得奖的朱伯康、梁修身、潘怡君、李雪、朱轩阳，你把民族英雄都拉出来演戏了。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现场漂亮的这个李雪，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搜查刘公俊，除了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是台湾历史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发展，那同时导演真的把我们当时台湾人对于这个案件的神秘、悬疑跟恐惧，把它表现在这个戏剧里面，我相信绝对是一个天气快要热的消暑大片。好不好？谢谢导演跟谢谢我们的这个女主角。今天带着搜查刘公俊来我们现场，我们期待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是金马告捷、收视告捷谢谢票房大捷。谢谢导演，谢谢女主角，谢谢。谢谢。我们也有约，下次见，谢谢导演，谢谢导演，谢谢。